苦瓜到底怎样炒才没有苦涩味？鸡心肉到底是焯水还是油炸？很多朋友总是在纠结。今天就用苦瓜搭配鸡心肉，分享一道好吃又营养的下饭菜。首先准备一条鲜嫩的苦瓜，老办法，把苦瓜对半切开，用小孩吃饭的勺子把里面的瓜子、瓜瓤，尤其是苦瓜内壁白色的膜处理干净。这些都是苦味的主要来源，我们尽可能的刮干净一些。很多人炒苦瓜省略了这一个步骤，难怪炒出来特别的苦，难以下咽。一定要刮到能够看到苦瓜内壁青色的果肉。接下来把苦瓜切成4等份，然后再用斜刀切成大约2毫米左右的厚片。今天的苦瓜稍微切厚一些，这样我们在食用的过程中口感会更好一些。不管是厚薄，我们一定要切均匀，使其在后续烹饪过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放进大一点的碗中。苦瓜千万不要直接下锅炒，在炒之前我们一定要提前腌制一下。往里面加入小半勺的白糖，下手翻拌均匀。很多朋友总是在纠结，为什么不能用食盐腌制？如果用食盐来腌制苦瓜，苦瓜会软塌塌的，吃起来口感不好。抓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主料鸡心肉，首先把鸡心肉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厚度控制在1个硬币的厚度就可以。如果切太薄的话，鸡心肉在腌制的过程中很容易碎掉，切太厚又不容易入味，切成视频中这样就刚刚好。鸡心肉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材，几乎没有什么肥肉，不管是油炸着吃还是炒着吃，都深受大家的喜欢。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的薄片，放在大一点的碗中。要想鸡心肉入味好吃，提前腌制一下，加入少量的生抽、蚝油调味，小半勺的食用盐、胡椒粉去腥增香，下手充分抓拌均匀，使鸡心肉和调料的味道完美的融合。接着加入小半勺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再次抓拌均匀，使每一块鸡心肉的表面都能够裹上淀粉，这也是鲜香滑嫩的主要原因。最后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锁住鸡心肉的水分和营养。抓拌均匀，腌制5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几粒去皮的大蒜，切成小丁。大蒜也可以稍微的多准备一些，增加鸡心肉的蒜香味。老姜不仅可以去腥，同时还可以给菜品增加食欲。全部切好放在盘中备用。喜欢吃辣一点的，准备几个小米椒，去掉辣椒蒂，然后再切成斜刀片。如果不能吃辣的朋友，也可以用大红椒来替代。全部切好和姜蒜放一起备用。大约5分钟左右，这个时候的苦瓜腌出了很多的水分，这些都是苦味素的主要来源。今天的苦瓜不需要清洗，稍微拧干水分就可以。用白糖腌制过后的苦瓜颜色更翠绿，而且质地也没有变得特别的软烂，这也是白糖和食盐腌制苦瓜的区别。接下来简单调个碗汁，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、白糖、松茸鲜、少许的生抽酱油、小半勺的玉米淀粉，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充分的搅拌均匀，使调味料完美的融合。提前调好料汁，这样可以节省炒菜的时间。所有食材准备好，起锅加入平常炒菜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油温烧至2成，把鸡心肉直接倒在锅里。炒鸡心肉的油温不需要太高，不然的话很容易发柴。像视频中这样用小火慢慢的煎制，把鸡心肉表面的水分煎干，同时煎出香味。整个过程大约在20秒左右，只要把鸡心肉煎至微微的变色就可以。如果煎制的时间太长，
鸡心肉吃起来会发硬发柴，炒制成视频中这样就差不多了。把炒好的鸡心肉盛在碗中备用。另起锅，加入少量的食用油。接下来把腌制好的苦瓜直接倒在锅里，快速翻炒均匀。因为腌制过后的苦瓜表面多少有一些水分，我们要开大火快速翻炒，把这些水分炒干，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吸收调料的味道。很多人炒苦瓜第一步就做错了，喜欢用焯水的方式，那样炒出来的苦瓜营养很容易流失，而且口感也会大打折扣。炒成视频中这样，加入切好的姜蒜、小米椒，快速翻炒均匀，把辅料炒出香辣味。接着把提前炒好的鸡心肉直接倒在锅里，快速翻炒均匀，使鸡心肉和苦瓜完美的融合。脆脆的苦瓜搭配上金黄色的鸡心肉，然后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里，快速翻炒均匀，使鸡心肉和苦瓜充分的吸收料汁的味道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啦，借您发财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盛在大一点的碗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。每一块鸡心肉和苦瓜都沾满了料汁，吃起来特别的入味。苦瓜颜色清亮，口感脆爽，苦味柔和不重，鸡心肉鲜嫩不柴，吸满酱汁，丰瘦搭配，鲜香味足。整道菜吃起来清爽解腻，下饭特别合适。这道菜的营养价值特别丰富，苦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膳食纤维，热量很低。鸡心肉是优质低脂蛋白，脂肪含量少，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蛋白质。苦瓜搭配鸡心肉，低脂清淡，营养均衡。苦瓜一定要用白糖腌制，不要用水直接清洗。鸡肉一定要加淀粉和油锁水分，不要煎太久。做法简单，家里有苦瓜和鸡心肉就可以试一试。视频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啦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